去过加拿大西部落基山脉游玩的朋友，可能去过的都是国家公园，比如说班夫、路易斯湖、Jasper 等等。有那么一个地方，可能都被大家所忽略，这就是 Kananaskis Country， 我们也叫它 K 乡公园。它不是国家公园，但是它的景点一点都不逊于国家公园，尤其是那壮丽险峻的山峰和秀美的湖泊，被很多著名的大导演作为电影大片的取景地。比如说《荒野猎人》、《断背山》、《X 战警》等等。K 乡公园在卡尔加里的西北边，沿1号公路开车不到1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卡尔加里人常常会把它称为卡尔加里的后院。这里占地面积大概4000平方公里，海拔高度是1300米左右。K 乡公园有很多经典的景点，很多开车就可以到达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条需要走上几个小时才能看到的景点——屏障湖观景台。下面我们看一看这几个小时花的值不值得。这条道的往返距离大概是10到15公里，升高是625米。离开停车场后，沿着屏障湖向西行走，这时候湖应该在你的左侧。我们正前面的山在2万年前曾经被610米深的冰川所包裹，冰川大概是在1万年前才慢慢消退的。电影《X 战警》和《拓荒者》曾经在这里取景。这里其实是一座人造的水库，利用 Kananaskis 的河水进行水力发电。通过水库以后，沿着小径你就会走到了森林里。这时候你会看到指示牌。我是选择了一条较短的路径，往返大概是11公里。开始的时候坡度升高不是很大，听着树林里的鸟鸣，呼吸着富氧的空气，虽然是单调了一点，不过猜想着一会儿会见到怎样的景色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走了大概2-3个小时以后，终于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台。展现在眼前的景色是这样的。这里一览无余的是 Kananaskis 山谷和草原的全景。我们在这里停留了大概1刻钟，拍够了美景，看到不远处还有更高的山顶，就决定再努把力上去看看。那段距离大概是700-800米的样子，不过坡度比较陡。夏天还好啦，不过不知道冬天有没有勇敢的攀登者攀登到那里去。对了，这里还有一个关于2战的故事。当人们提到2战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是欧洲。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，在加拿大，尤其是在加拿大的落基山脉，曾经有过战俘营。在40号公路的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标志，那里是卡尔加里大学生物科学系的分校，也是 Kananaskis 森林实验站。在2战的时候，那里曾经被改造成为德国战俘营。它的名字是西比营地130，曾经是加拿大的第1个战俘营，建于1939年的9月29日。最开始，那里是被用来关押来自德国海军的水手。后来，英国很快开始将德国战俘遣送到加拿大，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战俘可能在入侵英国的情况下构成重大的危险。到了1940年6月，大概有650到1000名的战俘抵达了西比战俘营，其中包括一些高级的官员。相比较欧洲的战俘营，这里的战俘受到的待遇相对较好。有人说他们必须参加强迫劳动，比如说修建屏障湖水库大坝，但也有一种说法说，一直到德国战俘返回德国的时候，屏障湖的大坝还没有开始修建呢。不管怎么样，据说营地的条件都不错。
居然有台球室、网球场，冬天还可以进行滑雪。据说当时营地周围一共有8个瞭望站，后来都被废弃了，但是其中的一个就在我们现在的山上，现在被改造成观察森林火灾的瞭望台了。以前对面的山叫做屏障山，后来战俘们带着希望被减轻监禁的限制，而把那座山改名为 Old Body Mountain 秃子山。可能是湖对他们没有什么妨碍，所以他们没有顺便把屏障湖的名字也改了。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真的是一点不假。终于下到了山下，重新又回到了屏障湖。傍晚的屏障湖宁静安详，和刚才登顶之前完全是不同的一幅景象。